马来西亚有个非常吸睛的行业，在国际上也是声名大噪的，并常年保持世界第一的纪录，每年能够吸引数百万人来到马来西亚，包括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公民前往。而这群人来到马来西亚，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旅游哦，而是为了这个服务。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为了推动这个新型行业的长远发展和保持国际竞争力，还专门设立了直属特别机构来推广，以国家的高度来扶持和壮大这个行业，并还在机场设立了特别的柜台，以官方的姿态来迎接到访的每年数百万国际人士。上一期我就谈到了过去的槟城领导人林昌佑为槟城设立了正确而且符合未来产业趋势发展的历史定位，以致今天槟城发展成为东南亚半导体和电子行业的龙头，成为东方的硅谷。如果你还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老频道找也行。那今天我就把这个高度从州政府上升为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另一项雄心壮志。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意识到，随着时代的进步，人类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逐步提高，特别是对绿色和健康方面的重视更胜以往。在这方面的开销和投资也与日俱增，人们会不断寻找方法，从饮食、生活、医疗等方面着手，去延长他们的寿命，或解决他们身上的病痛，或让自己活得更加亮丽、精彩和自信。2022年，全球医疗保健行业的规模已经达到了7.97万亿美元，而且每年以6至10% 的速度在高速增长。而2022年整个东盟的 GDP 总额也只有3.6万亿美元，而它的规模是东盟整体市场的2.2倍，这是一个巨大的蛋糕。再来，全球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最近的10年里，全球超过70岁以上的人口数已经占了全球人口的12%，而接下来的10年预计增长到16%，也就是最少有9.6亿人。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推动了医疗保健行业的规模持续快速往上增长的原因。因为需要更多这类产品和服务来满足这一群人，鉴于马来西亚在医学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先进的医学科技，还有得到众多高质量的私人医院配合，因此马来西亚于2009年设立了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 MHTC， 以马来西亚医疗为品牌开展经营，旨在指导从业者和服务提供商，促进马来西亚医疗旅游业的发展，最终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全球领先医疗旅游目的地。该理事会是直接隶属马来西亚的卫生部，而非旅游部，这也是世界少有由国家卫生部亲自参与来推动该国的医疗旅游行业的发展。当你抵达马来西亚机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大马的官方人员在 MHTC 的礼宾部和贵宾部接待你，还有专属的休息室。你试想一下，当你生病得很辛苦，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来到马来西亚，一过了关卡，就看到马来西亚专业的医疗团队就已经在机场等候您，随时准备给你支援，而不是让你抱着病到处打车去寻找医院。你想想那个画面，有没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重点是，无论你最后进的是哪一家医院都好，私人还是公立，这边的治疗费用通常比起你在发达国家做手术便宜50至80%，有些甚至比起你在自己国家做手术还要便宜。比如新加坡有些保险公司是允许他的新加坡医疗保单客户到马来西亚就医的，因为马来西亚的医疗费用比起新加坡来得便宜，但医疗质量也同样维持在高水平。马来西亚医疗旅游理事会 MHTC 首席执行官 Mok Arif 表示，马来西亚已经做好接待国际医疗旅客的准备，他们到访将享受负担得起、易于获得的高质量医疗服务。从2015年到2019年，马来西亚的医疗旅游行业的年均增长率为16%，高于10至12% 的全球平均增长水平和10至14% 的亚太地区平均增长水平。而2019年还是马来西亚医疗旅游行业创纪录的一年，约有130万医疗旅客入境，使得马来西亚成为全球医疗旅游的首选目的地。Hello， 大家好，我是尼克斯，尼克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现在是时候订阅了，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上一期我们就谈到了马来西亚很多医疗专科都是由马来西亚印度人在主导，而他们即将崛起，不再像以往我们印象中的那般贫困，他们正在改变他们的命运。如果你没看到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有频道找也行。医疗旅游就是将旅游和医疗疗养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旅游方式。旅游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病情或医生建议选择适合的海外国家，同时享有旅游和健康管理，包括疾病治疗和全面检查等服务。在旅游的期间同时进行治疗，而无论你做何种治疗，只要是生病，你都需要长期保持心态良好、身心健康，才有助于病情。
2000年时，世界医疗旅游行业的总产值不足100亿美元，而到了2005年，已经达到了200亿美元，其发展势头十分惊人。医疗旅游行业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行业之一。2007年，印度、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5国的医疗旅游产业年收入合计高达34亿美元，大约有290万外国人在这5个国家进行观光兼治疗。美国权威杂志《国际生活》公布的2018年全球最佳医疗国家排行中，马来西亚名列榜首。这已经是马来西亚连续3年夺下该殊荣。从2015年开始，马来西亚一直被评选为全球医疗旅游首选目的地。医疗旅游质量联盟 MTQUA 也在2013、2014、2017和2019把马来西亚评为全球最佳医疗游客医院。此外，马来西亚也是国际医药旅游康2015至2020年的医药旅游奖得主，2015年至2019年也连续4年被全球退休指数评为全球医药最佳的国家。大马也获得了2017至2021的亚太卫生及医药旅游奖等等好评，我讲不完，还有很多。马来西亚能成为如此受欢迎的医疗旅游目的地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不断跟上医疗技术的最新突破。比如，马来西亚国家心脏研究所 IJN 于2020年就成功植入用于治疗心律不齐的 Micra AV 起搏器。该起搏器体积小，无需大量开放式手术即可轻松植入。而 IJN 是美国以外第一家进行这种外科手术的医院。同时，马来西亚也是世界少数几个采取具体步骤来巩固现代和传统医学实践作为医疗保健行业的一部分的国家之一。2016年就出台了传统和补充医学法 TNCM， 接着通过制定关于传统和补充医学法的立法政策和指南，更好地将传统和补充医学纳入该国。所以，如果你想治病而又不想花光你所有的积蓄，那马来西亚或许是你其中一个不错的选择。每年有好几百万人选择马来西亚作为他们的治疗目的地。好，我今天分享到这，喜欢的话欢迎点赞、关注、分享，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意见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您的看法，让我们一起交流吧。我下期还会继续更新关于马来西亚医疗旅游方面的知识，当中涉及槟城如何主导大马的医疗旅游行业。如果你还想看的话，记得一定要关注我哟。如果你想看为何泰国有那么多的变性人呢？为何泰国人人想变性呢？泰国的变性手术为何可以那么成功，可以独步全球呢？甚至可以媲美韩国的整容术。如果你没看的话，请按上面链接去看呗，或等下来的频道找也行。好，我是尼克，是一个专注提供国际知识的频道。我们下期见，拜拜！记得关注或订阅哦。